创造营2020真的碾压了青你2了吗？我个人的观点是，不仅没有碾压，甚至还未必能赢。Hello， 大家好，我是说话着急整了个着急的小王。前两天刚分析完《青春有你2》，这边呢，腾讯的《创造营2020》就开播了，两家综艺针锋相对，谁才是2020年的选秀综艺之王呢？我花了小半天的时间呢，看了一下第一期的上下两集，简单的概括就一个字：爽。太爽了！赛制呢是让选手们更好的展示自己这个角度来设计的。然后这些选手呢，说实话颜值都挺高，我还特别怕是我自己主观臆断，所以呢我上网搜了一下，发现大家都这么说。选手实力，第一期下来呢，主要展示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唱，一个是跳。那跳呢，我是基本就不懂，所以咱就不聊了，咱们聊一下唱。创造营的长裙蓬松的头发。再说导师，创造营的导师呢，整体来说要比青你2的导师更加外向，梗比较多一些。这还是在时间管理学大师没有到场的情况下。最后呢，看完整场节目，你会明显的发现，创造营的预算彻彻底底的碾压了青你2。当然，这也是鹅相对于桃永恒的一个巨大优势，这是无法扭转的。好，吹的差不多了，咱们来聊点现实的。创造营2020真的碾压了青你2了吗？我个人的观点是，不仅没有碾压，甚至还未必能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都喜欢吃大鱼大肉，但是呢，如果天天给你吃这个大鱼大肉，你会感觉很恶心，看着就想吐。这个时候呢，突然给你送来一盘清淡的菜，你会觉得挺好吃，对吧？而且呢，会发自内心的觉得我吃这顿好像挺健康的，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感。在我眼里，今年的创造营就是这一盘清淡的菜。从中有嘻哈开始，网综慢慢的成为了市场的主流，这其中呢就得益于各大网站对于热点营销的把控。各位可以回忆一下，咱们这些年学那些新词新梗，很多都是从这些网综里边火起来的。比如说是什么 freestyle 啊、balance 啊、diss 啊、pick 呀、C 位啊，对，差点忘了，还有那个。一开始这些东西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操！挺好玩儿，这玩意儿对吧？挺有意思的。但是呢，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一套，观众都已经对这些套路都免疫了。你就会觉得，这节目是不是有点油啊？太油腻了。这个时候呢，要是哪一家突然间站出来，改走这个质朴清淡路线，这火不火？先打一个问号，因为它不是很符合市场规律嘛。但是它的舆论口碑一定不会差。而对于咱们观众来说呢，两个节目之间这个小小的时间差，其实呢，在我们心中产生了一些微妙的锚定效应。啥是锚定效应呢？举一个被用烂了的例子，大家去星巴克会发现，这是咖啡厅，对吧？但是他们卖矿泉水，卖什么矿泉水呢？依云矿泉水。22块钱一瓶，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我操，这水咋这么贵呀？这什么水呀？圣水呀！突然间，这店员告诉你，先生，我们的咖啡只卖30元一杯，这水都卖22了，咖啡30块钱一杯也不咋贵呀。所以你会觉得，这咖啡挺便宜，但实际上呢，咖啡还是那个咖啡，它还是很贵。那现在很多小伙伴觉得土创必火，其实是一样的原理。因为你看青你2，他选手的整体水平不如土创，他都这么火了，那土创的选手这么优秀，他肯定必火呀，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时候小伙伴们忽略了一点，人家青你2比你早播了将近2月呀，我的心呢很小，装不下除了你之外的第二个人。听上去是一句土味情话，但实际上也是事实。因为呢，我们大多数人，我们的情感在同一时间内是有限的。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你最近粉上了一个偶像，你特别迷他，你就是每天想的都是他。然后呢，就在你对这个偶像的情感到达峰值的时候，或者说还没有消退的时候，你的一个好姐妹或者好兄弟过来安利另一个节目的上面的这个新的妹子，跟说这妹子怎么好，怎么优秀，长得还好看。但是呢，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我不想听，因为我有喜欢的人，对吧？你现在又让我喜欢这个，我心没那么大，对吧？大多数人心没有那么大，咱们也不是搞时间管理的，所以最近我们应该能在网上看到这种言论，就是土创的妹子确实熬上一个门槛，因为他们来晚了。除了先发优势呢，我们不要忘了青你2，它背后的爱奇艺可是拥有了全网最强的这个综艺营销能力的一家公司。现在呢，土创呢反倒是把营销这个点给它弱化了，但是它不是绝对没有影响，它把这个东西弱化了之后呢，就相当于把自己的流量源头给掐掉了一半。所以呢，虽然土创的很多妹子长得又好看又有实力，但是呢，对于像大多数人来说，像我这种吃瓜群众来说，可能一直到土创结束之后，我们都不知道这些妹子的存在。说到这儿，不得不发自内心的给歌唱点个赞。今年他们真的没有那么的向流量妥协，不管出发点是啥，他们这种行为真的就是在推动咱们内地娱乐的这个行业发展。当然呢，这也得益于企鹅爸爸人家自己有钱，钱是花不完的，所以呢，他们在投资回报率这个点上的要求不会像爱奇艺那么的苛刻。爱奇艺现在呢连年巨亏，而且需要自给自足，所以呢，他在很多决策上会显得特别的功利。还是那句话，要恰饭的嘛，没啥办法。不过4年过去了，从土创这些选手的综合素质来看呢，我们可喜的看到内娱的发展终于慢慢跟上了市场需求了。虽然呢聊起来好像有点尴尬，但是呢这确实也是一件让人振奋的事儿。最后聊聊这两个综艺咱们到底怎么看。我觉得今年两家的策略一确定，这两个综艺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向了。青你2呢吸引一些这个看热闹的吃瓜群众，而土创呢吸引一些这个偶像经济的核心用户群体。我觉得这玩意儿吧没啥高低贵贱之分，咱们呢喜欢看哪个就看哪个，然后看哪个看腻了呢，换口味就看另一个。至于两家的流量之争，说实话，我个人还是觉得青春有你2略胜一筹。不过呀，我还是希望他们两家竞争的再激烈一点。有竞争才有进步嘛，对不对？你看看现在进步多快。好，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千万别忘了长按3连加关注。伙伴们，咱们下期再见。